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林芳委员，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喜勋老师，大家好。还有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林颖佑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在上个礼拜，我们都看到了美国迅雷不及掩耳的对委内瑞拉出手了。那出手之后呢，现在外界关注的除了格陵兰、除了加拿大之外，还有包括古巴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伊朗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呢？在伊朗呢，现在看到民众最近是纷纷上街抗议一件事情：通货膨胀，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通膨的怒火也像燎原一般的延烧到全国各地。而英国媒体《泰晤士报》就报道说，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86岁的哈米尼已经准备好要逃往俄罗斯寻求庇护。但更棘手的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也传出，正式批准代号叫“铁拳 ”（Operation Iron Strike） 的军事行动，研判美国跟以色列联军可能在72小时之内会对伊朗发动突袭。而在台湾这边，我们的国防院研判呢，就分工来说，认为以色列打击目标应该是以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防空武力为主。顺便也钳制他们的地面部队，而美国呢，则可能比照委内瑞拉的精准斩首模式。这个报道言之凿凿啊，把分工之如此精细都列了出来。现在看起来，这个军事冲突真的是很难避免了吗？委员，对于以色列来讲，这个是个难得的一个良机啊，正好是一个机遇，因为它伊朗内部出现问题了嘛，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他以前最大的敌人是埃及，是叙利亚，可能还包括像伊拉克这样。可是这些国家现在基本上都对他构成不了威胁了，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大概20几年来，对他真正构成威胁的，坦白讲，应该是伊朗，因为不管是哈马斯，不管是真主党，不管是福塞组织，也门的福塞组织。这后面的主要的金主跟武器的提供者大概都是伊朗，所以他觉得要把伊朗灭掉，尤其伊朗是拥有制造核子武器的潜在能力，听说现在大概高浓缩铀有400公斤，所以他给他很短的时间，他可以造出来，就有核武威胁。对，所以以色列觉得这个是摧毁伊朗对他构成威胁的那个力量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啊，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能够对伊朗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说斩首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相信他有能力。但是如果说要对这个国家完成相当程度的占领或是派一大批的部队，不是全面的占领，至少对德黑兰进行某种程度占领，我觉得不太容易了。是，因为毕竟这个。伊朗有1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8800万人，这个是一个大的国家，没有错。很多人民，包括行政官僚，都对这些教士为主的这些掌管大权的这些宗教领袖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你的外国的力量进到里头去要攻击他的时候，我认为他们的。要去帮助以色列的可能性，坦白讲不是很高，因为这里要注意的一件事其实是俄国，因为俄国跟伊朗其实靠得很近了，里海中间只隔一个亚塞拜然。对于俄国来讲呢，你吃掉了委内瑞拉，现在你要把伊朗给整得很惨的话，那我请问你，那我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要继续请教您啊，就是你怎么看？就是因为我们讲伊朗，它毕竟不是委内瑞拉，您也提到了，不管是在文化上也好，宗教上也好，都是非常迥异的。那我想问的问题是，那接下来呢？如果真的以推翻神学式政权作为现在的主要目标，推翻了以后，美国自己也有前车之鉴啊，有了伊拉克，有了阿富汗的前车之鉴，他怎么去处理后面的 afterward 后面的部分呢？这个是很对，你讲这是非常好。像伊拉克，它就什叶派占多数的这样一个国家，你美国现在还在当地在周遭驻扎大批的美军，所以他现在就就范了。
你美国慢慢你军力如果退却的话，伊朗长期来看，就那个伊拉克是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伊朗了。所以那伊朗又比伊拉克要大了更多。所以你即使你把这个神学式的政权给搞垮了哈，就这些这个宗教狂热的这些教派把它搞垮，但是我认为那个官僚系统留下来那些官僚系统，他们把伊朗把它稳定下来以后，他们依然不会跟以色列妥协。是，我认为这里面有宗教的问题，有历史的问题，还有很现实的，就是真主党跟他们的历史关系不容易切断，是，包括哈马斯，是，而且就已经有潜力可循了。所以林老师又怎么看呢？因为其实这个你到时候像是真的，如果像是一个马蜂窝，你捅了以后呢，这接下来要收拾的烂摊子非常的大，怎么办？英国媒体中东之眼呢，先前其实也曾经爆料，他们就发现说，在半年多前，伊朗跟以色列停火协议签署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呢，中国大陆就向伊朗紧急交付了大批的防空导弹系统，而被认为呢可能是红旗9B，交易的方式更是采取石油换武器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以价值20亿美元的石油换取中方的歼20隐形战机，还有 HQ9 防空系统，还有就是歼14雷达。好，那么我要问的就是这些中国大陆制的武器系统，如果真的是如同媒体报道，那它能够为伊朗的防御甚或是在攻击上面提升多少的战力？我觉得我们这边要先把它分开来看。第一个的话是它的一个战斗机跟它的防空系统，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先说这个战斗机好了。这一边的话，报纸这一边的一些媒体说是这一个歼20，我觉得歼20机会不大，因为歼20的话，今天其实中国它自己生产的量，它自己都没有完全去换装了，还来不及去换装。那你说还要现在全部把这些歼20送去给伊朗吗？因为其实对我们对中共的一个武器的一个研究的话，它现在是什么？研发一代，自己使用一代，外销一代。现在外销的话，它还会不会先是以歼10或其他像之前我们看到的这印巴空战嘛，是以歼10这个系统为主的？那你现在就要去卖出歼20吗？除了电子作战的压制之外，也会去大量出动先进的一些战斗机。所以其实就这样子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跟我们很难去从印巴空战，它或者是委内瑞拉来去做一个比较，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变成一场又是中美制造的武器的一场实测大比拼哈？刚刚老师提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到说，这次大家在讨论委内瑞拉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说什么中制武器都没有发挥效果啊？别忘了，武器是人操作的哈。也有阴谋论，不是说这个里应外合之说嘛，哈，就是说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系统也好，都没有起作用。那如果是人不去让它起作用，有没有可能呢？这也是大家在事后呢多所讨论的。好，那现在说到了刚才提到了 F-35啊，是美国最先进的飞机啊。美国政府有一个问责署哈，最近有一些相关的报告哈，令人玩味哈。因为呢，这个报告就指出，美国空军 F-35A 的妥善率在2023年度只有51.9%，就是刚好过了一半。那数字呢，远低于美国国防部所设定的80%到90%的目标水准。也就是说，平均每2架当中就有1架 F-35没有办法在最佳状态下升空，所以情况显得相当严峻。而妥善率下降的因素呢，最主要是零件短缺跟维修延宕。F-35目前所采用的是由这个参与研发还有制造的各个国家彼此来调配零件的供应机制，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却是呢，零件维修的时间太长了，导致库存耗尽的情况不断的发生啊。所以简单来问，这个 F-35大家都现在说是在6代机之前，起码是5代机的最强空战战机，可是就面对到这个妥适率的问题啊，蔡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那问题如果说放在日方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去想办法做一个解决。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跟美国买了147架，F-35A 的话是105架，F-35B 是42架。那 F-35B 是要放在加贺号跟出云号上面。那我们知道日方他们在维修上面的话虽然是非常的强，但是他们还是要去做这一个方面的一个努力。这个努力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得出来，叫做马毛岛。马毛岛的话，也就是 F-35A 跟 F-35B 他们做训练，或者是说战时会发生什么战事的时候，整个都会移过去那个地方，那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那这个观察的话，我们也看到大陆的军方嘛，他们最近也有注意到这一个点，所以他们最近经常去
不是只有去什么东海照一照，他去了大隅海峡，也就是在鹿儿岛附近那一个地方，他们会去观察。所以这个的话，当然日方的话也是去做一个努力了，他们自己有所谓的三菱重工，三菱重工的话也是希望跟他们做一个合作，而且我们看到。日本跟美国的一个强项会稍微有点不大一样。美国的话，它做一个很先进的东西会很快，可是他们在维修上面来讲，就会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样的积极。那这边会有日方去补这个不足的部分吗？这是日方他们希望去做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毕竟跟他买了147架，因为他自己有实际的使用需求一个需求。如果这个147架，你如果说只有一半能够起飞上去的话，对他们一个作战能力会有很大的一种影响。OK， 那您怎么看？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之前也请教过您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英国、意大利、日本3个国家共同组成的战机合资企业要打造的是6代机而且是逆踪战机，这个全球空战计划。那如果现在5代机面临到零件维修时间延宕的问题，6代机的话，是不是应该及早的去思考呢？日方的话，他们确实有在做这一个努力了，但是的话，这跟5代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5代机的话是 Made in America，6代机的话基本上是由日本主导的 Made in Japan。日本他们所擅长的就是一个品质，就好像我们所说的Toyota 生产系统，这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会打败美国的一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日方他积极想要自己有一个主导权，不能够说所有的武器都跟美国买，因为我跟你买的话，不是只有硬体的问题而已，而且美国并没有把真正的软体整个都移交过去。我跟你买的硬体，我没有一个软体的话，我也不行。所以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打出一条路出来，但是。在这条路的话，跟5代机有一点不大一样的地方是，5代机的话是你飞机不上去的话，武器不能够打出去，不管是飞弹，不管是所谓的炮弹，不管说你一定要飞机要飞上去。但是6代机的话，它是一架飞机上去，它会带很多的无人机。无人机我们可以讲，它就是一种消耗品。消耗品的话飞出去没有带回来的话，这个不会有太大的一种问题点。那没有问题点的话，它的良率自然会从 Made in Japan 他们所擅长，会把它做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不同的一种想法。是。那不同想法的话，我们又会可以看到，因为做了6代机，最重要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晶片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好嘛。那非常好的话，这个晶片的取得上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点。所以 Made in Japan 的品质这2个字是他们所挂保证的。所以不管是 Made in USA 或是 Made in Japan 其实刚刚提到了5代机也好，6代机未来的这个先进的逆踪战机也好，大家除了比拼的是科技之外，也比拼的是刚刚点到了一个重点，制造能力。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展开了军事行动，而且呢，川普呢就直接在海湖庄园，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在全球所有人的目光之下呢，把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给带走了，而且呢，立刻就带出了委内瑞拉的境内，并且在之后呢，也主张了说，美国在委内瑞拉当地的石油是有权利的，又立刻扬言说，下一个哥伦比亚要小心了。好，还有古巴也准备倒台吧。另外呢，他也说呢，格陵兰必须也纳入美国的控制等等，因为他说，如果不是被美国控制呢，就可能被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给控制，所以格陵兰对美国来讲太重要了，具有战略重要的价值。好，那当然这一连串的行为呢，最近也有一个新的名词出来叫做唐罗主义就是门罗主义的2.0版。现在因为是川普当家，他是唐纳川普，所以叫唐罗主义。川普6号就宣布，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呢将向美国移交3000万到5000万桶的石油，而且他特别强调要用市价出售，所得到的这些资金呢将会由川普来进行监管，确保这些资金用在造福委内瑞拉人民跟美国人民。以市价出售，大家立刻联想的会不会对中国大陆，就是现在委内瑞拉石油的买家造成冲击？会吗？那如果中国大陆不买的话呢，会找谁买？还是说买可是有条件的买这些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委员。还有就是特别，川普现在讲说，我委内瑞拉的油脉我控制住了，我要用来造福委内瑞拉人民跟美国人民，可是很多细节都还没讲定，不是吗？对，我先这样讲3000万桶跟5000万桶是他目前的储油槽里面拿出来的。那过了这些呢？这3000万到5000万桶看起来很多，其实不多一下就没有了。然后接着川普的讲法，他用个 ownership 嘛，他拥有嘛，
他拥有这个，他有拥有权。Greenland， 他对这个也是一样，他就是要拥有，那他长期持有。那这样问题来了，他礼拜五他找了各大的石油公司的老板们在白宫谈嘛，就说你们要投资嘛，要赶快把更多的石油给挖出来嘛。所以这是个长期投资。我们先这样讲，一个讲第一个蕴藏量，究竟委内瑞拉的石油蕴藏量有多少？说有3000亿桶。我告诉你，这个现在国际的专家们是很质疑的，因为最早的这种出来的数字是1000亿桶。怎么3搞2搞变成3000亿桶？会不会夸大？所以美国是想说，这全世界最多石油就在委内瑞拉，如果没有的时候，那你怎么办？第二个是开采的费用，这个大老板们到现在为止不敢答应的原因在这里。你知道，钻探的设备很多都已经陈旧、坏掉，没有经营。是，那你钻探的这些设备，还有呢，油管，油管很贵然后接着。道路，你要有道路才能够去进行这些搬运这些设备嘛。还有就是这个所谓的港口，你的港口呢，另外你的那个港口的设备呢，不是只有港口，港口要有特别的能够把油给运上船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还有一个电力，更重要一件事，治安的问题。你这个国家是很乱的国家，你的这个因为怎么讲啊，公权力是有问题的。治安那些怎么办？采油、探油的地方是在很遥远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治安情形怎么样？根据估计，美国的这些大石油公司如果要让这些石油大量能够生产，每年要投100亿美金，要连续投10年，就是1000亿美金投完以后才开始有回收。那现在就开始讲了，好了，你把这个石油生产出来了以后，按照克鲁曼这诺贝尔奖的得主这2天讲的话。你因为你的发挥这么大，你1桶要卖80块美元，他说用市价来卖，那谁要买？你的对啊，那你如果80块美元的话，我请问你有竞争力吗？他讲了一件事，西德州的石油，期货56块美金，然后56.29美元，美国的页岩油62块美元，还有这个他那边的开采叫 Orinoco 那个 Bell 那一带。那开采的费用会非常的巨大。我刚还特别查了一下，西德州的原油最新的价钱是59.12，那你现在卖80块美金，到国际市场谁给你买？布兰特的原油也只有63块美金，还有这个杜拜的原油61块7毛9，你卖80块钱，谁给你买？还有你刚刚讲到中国大陆跟俄国的问题在这里，你知道他们都。委内瑞拉跟这2个国家都借了很多的钱，所以他用石油来偿还，所以中国大陆2家公司可以取得44亿桶的石油，然后俄国可以取得23亿桶，这个是协约大家签下来的。你美国敢讲说，那你俄国跟中国大陆你量到一边，你们自己投资失败了，这个一滴油都不给你们，你觉得他可以做得来吗？川普会。因为他说什么，在我眼里都没有国际法，那么夸张。如果是他讲的这么伟大的话，乌克兰战争早就结束了。如他所讲，20小时就结束。俄国人并不怎么买他的账那你这2个国家加起来，一共有67亿桶的石油，就不要了，就让你美国挖出来，然后把它卖掉，卖不掉不知道，就让你在那边全处置。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那简单请教您因为。中国大陆在中南美其实投资行之有年，“一带一路”这个部分这个影响会是怎么样？其实到目前为止，在中南美洲投资最大的是中国大陆，不是美国。你看像秘鲁到处像港口什么，他都投资，跟巴西买这个大豆跟阿根廷也买大豆，而且已经布局很久了。对，还甚至有卫星的这个接收站的，所以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经营了非常久。你美国现在美国现在当然开始介入，只是他介入的手段，拉丁美洲人要不要买？譬如说，你说你进攻委内瑞拉，因为委内瑞拉这个总统包庇这个贩毒，是，那你为什么把洪都拉斯的前任的总统在美国法院判45年开始坐牢了，你就一口气赦免他，对不对？你就是为了赢的选举而已，所以你就不择手段嘛，对不对？那你譬如说，你这个阿根廷，你贷款了200亿美金给他们，
那你这样的做法就是要介入人家的选举，只是加深拉丁美洲人对美国的一些的不满。所以，川普的这一套是不是可行？他的做法跟以前的总统们都不太一样，他是用很高压的手段，然后砸大钱的手段。那长期来看，一两个国家、两三个国家可能有效，整体的国家、整体的地区。而且长远来看是不是有效，我们真的不知道。对，我们刚刚讲说唐罗主义啊，就是这次再次的全球也看到了，就川普想干嘛就干嘛的意思啊。然后呢，他要向全球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要让美洲成为美洲人的美洲，就不准其他人啊，包括以前欧洲，现在呢亚洲势力都不准进美洲。好，但是有可能吗？因为他要怎么样来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呢？委内瑞拉临时总统。我们现在看到在画面中这位叫做罗德里格斯，他说呢，其实他有会见了中国大陆驻委内瑞拉的大使，也赞赏中国大陆呢在强烈谴责美方严重违反国际法跟侵犯委内瑞拉主权行径方面所坚持的立场。那现在稀土交易所呢也有一个公布，他说委内瑞拉呢大约有30万公吨的稀土可用，大约是中国大陆已知储量的1半，所以呢还是除了石油以外就是稀土啊，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好，回到我的问题啊，林老师觉得，川普已经说了，这个他也警告了接任者，如果你这个不听美国的话，你也要付出可能更高的代价。但重点是他要怎么实质控制委内瑞拉。这一边的话，可是在这个资源上面，我们可能就要先有点区分，就是石油跟这稀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因为石油基本上它是一个，我不能说公共财，但是它的市场的流通性是很大的。讲的实在一点，各国都会需要石油嘛，是，不管是这个你是开发中还是什么的，还是你已经是已开发国家，石油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能源，或者是什么船舰等等，这些都是有它的一个流通性。但是稀土不太一样，稀土的话，它会需要很高的一个精炼技术。那这里的话，其他国家讲的直接或难听一点，委内瑞拉的一个稀土是不是有其他国家愿意买？其实基本上这是一个问号，因为对中国来说，稀土它最多啊，它就是甚至要把稀土当成武器来去对付像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嘛，这就是现在中国的政策。所以其实委内瑞拉的话，如果美国，我个人会认为啊，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话，石油或许会是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借口，或者是行动上面的借口，但是在这个稀土上面的话，应该是不会还有更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因为对于这一个不管是唐罗主义还是川普他的大战略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已经有一个军事行动了，对付你这一个委内瑞拉过了，那我下一步还要再如法炮制吗？还是说我要全面进攻？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机会是不大。虽然川普是说他国际法他把它丢一边，可是实际上他在一些运作上面，接下来对稀土的话，反而是可以跟委内瑞拉去建立一个经贸上面的一个互动关系。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有机会的。OK。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看到各国的反应啊。当然，这个相对来说，你可以看到普遍的国家对于美国这样的行径是比较低调的。其中呢，日本，我们就来观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2号，其实他才透过20分钟的电话跟川普会谈，而且呢，他是祝贺川普也祝贺美国迎来2026，就是美国的250周年的建国。所以呢，对美国来讲，今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啊。那也承诺呢，美日两国的关系将会持续的紧密联系。没想到在通话隔天，川普就对委内瑞拉动手所以到了4号下午快4点，高市早苗的内阁发表了推文，表示日本会优先保护委内瑞拉当地的侨民。在新年开工记者会上也表示说，日本向来尊重民主、自由、法治等基本价值和原则。将来会持续跟 G7 还有相关国家保持紧密的联系。蔡老师，你觉得日本事先知情吗？应该不知道吧？他们确实有通过电话，但是高市早苗是说，通过电话之后的话，他将来会去拜访美国，大概是春天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对日方而言的话，他们会强调一个概念：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全保障的基种，而且在10月28日左右的时候，在东京。我们所说的迎宾馆，他也讲过，日美同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同盟，这个是他们不变的一种立场。那对于委内瑞拉这一件事情的话，日本政府的一个态度就是有一种我们比较白话，就是比较回避，不直接去评论，他怕得罪美国吧？不评论是对是错，他们会
评论是说委内瑞拉必须要回到我们讲的一个民主主义啊、什么法治的一个国家里面，这是那一种讲法。但是日方会关心一个点。将来会不会美国把它切成所谓的西半球跟东半球的一个概念？会不会美国它就只重视了一个西半球，东半球它可能就比较不重视？这个是日方他们会去担心的，也就是希望把美国一定要留在我们的一个东半球，不希望说他们又讲到另外一个字眼，所谓的川普曾经讲过一个字叫做 G2。这个 G2 的话，一般是不容易讲出口的，可是他曾经讲过，所以日本他会担心这个 G2 这个概念，还有东半球、西半球，把它留在我们所说的东半球，就让日本一个人去面对，是日本最担心的。当然，日本也会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日本他们必须要面临有3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大陆，第2个是北韩，第3个是俄罗斯，这是他必须要去面临的。包括他们现在毕竟还没有核武如果没有核武的话，这3个国家都有核武，所以他们是担心这一个事情。然后日方的话，他们如果说把美国留下来，而且我们看到美国的话，给日方的一个态度是，他还是会留下来，因为我们看到小泉防卫大臣嘛，这2天又去见美国的战争部长，2个的感情还是不错的。虽然说没有正面的回应记者的一种答问呐，那记者的也不是说很开心的，但是美国他一个态度。还是跟日本站在一起，这个倒是没有变的，因为日方很清楚，如果说美国离开日本之后的话，它可能在我们所说的东半球这个势力势必会下滑。它除了日本以外，它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当然有韩国有菲律宾，可是不是像日本一样这么大的，所以把它留在东半球。对，可以看得出来，这次高市早苗的内阁在发言上比起之前是格外的谨慎跟小心因为呢，先前所发表的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样的一个言论风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停歇。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是中日关系现在又进到了一个更紧张的高点。马上回来。